从德州的阿灵顿走向全美，他一步步加冕为王，成为全美最强。凯德·卡尼安篮球之旅的起点是什么样的？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2016年的一天，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助理教练 Mike Boynton 来到了达拉斯，走进了位于达拉斯一所高中的球馆，观察三星高中生 Kyler Edwards 的表现。除了 Kyler Edwards 以外， Mike 还注意到了一位高四球员，于是他找到了这所高中的教练，询问这位球员的情况。但是从校队教练那里， Mike 惊讶地得知，这个孩子并不是高四的学生，他只有9年级。听罢， Mike 立即为这个孩子送上了一份大学 offer， 而这个孩子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凯德·坎宁安。德克萨斯州的阿灵顿与橄榄球密不可分，这里是 NFL 球队达拉斯牛仔队的主场，城市的空气充满着对于橄榄球的狂热。在这里居住的坎尼安一家也不例外。坎尼安家的父亲 Keith Cunningham 曾经是德州理工 Texas Tech 大学的4分卫， NFL 巨星帕特里克·马霍姆斯的学长。在父亲的熏陶下，家中最小的孩子 Kate Cunningham 自然而然也走上了4分卫的道路。初中时期，他带领的校橄榄球队未尝败绩，而篮球是坎尼安家另一个旋律。坎尼安家的长子 Cade 的哥哥 Cannon 是一名篮球运动员。2007年，年仅6岁的 Cade 跟随哥哥和父亲第一次接触篮球。在打球的过程中，比 Cade 大9岁的 Cannon 从来没有让过他。2012年，高中毕业的 Cannon 被名帅拉里布朗招募，来到了达拉斯的 SMU， 开始了自己在 NCAA 的旅程。而4年级的弟弟 Cade 也加入了家乡的 AAU 球队 Texas Titans 德克萨斯泰坦队，开始了他在篮球场上的征途。Cade 的表哥 Ashton 是 Cannon 的训练师。初中时 Ashton 是埃弗里·布拉德利的队友，当时的他甚至比布拉德利更加突出。之后，布拉德利逐渐成长为全美第一高中生，他来到德克萨斯大学并成功进入 NBA， 而没有那么努力的 Ashton 失去了成为职业球员的机会，他成为了一名训练师。在 SMU 征战4年之后，2016年 Cannon 大学毕业。大学4年场均6分 3.8 个篮板的他，决定放弃职业的梦想，选择成为一名篮球教练。这是 Cannon 梦碎的一天，也是 Ashton 梦碎的一天。于是他们2人都将自己的梦想投射到了自己的弟弟 Cade 身上。Cannon 会继续为 Cade 规划道路，而 Ashton 则成为了 Cade 的训练师。此时的 Cade 正值初3，他完整的见证了 Cannon 的大学生涯。4年的耳濡目染让 Cade 决定放弃橄榄球，专注在篮球上。他继承了这份兄弟的意志，接下来他会开启自己的高中生涯，代表坎尼安一家继续这一段篮球之旅。初中毕业之后，坎尼安来到家附近的 Bowie High School， 这里走出过不少日后的 NFL 球员，而 UFC 冠军卡马努·乌斯曼也正是在这所学校开启了自己的摔跤生涯。刚刚进入学校，已经长到1.95米的坎尼安就吸引了 Bowie 高中的主教练 Alan Gratz 的注意力，他立即将坎尼安选入学校的 Varsity Team， 也就是实力最强的1队。但是 Gratz 教练仍然十分犹豫，要不要将这名高1新生直接放入首发。在他的执教生涯中，从来没有任何一名高1新生就能成为球队首发。训练中，坎尼安用防守和成熟冷静的打球方式，让 Gratz 教练最终消除了这份疑虑，也让队内年纪最小的自己成功坐上了首发的位置。成为首发的第一场比赛，坎尼安感到了一丝紧张和压力。5年后，当他参加 NBA 选秀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这么紧张过。当然，短短1个回合之后，他就消除了这份紧张。成为首发之后，坎尼安成为了球队的2号得分手。他与比自己大2岁的3星级高中生 Kyler Edwards 组成了整个阿灵顿甚至达拉斯最棒的搭档。他们2人的身高和体型让他们在防守端非常难缠。他们一起帮助 Bowie 打到了地区46A 级别的决赛。而坎尼安在整个高1赛季场均得到 15.2 分、6.4 个篮板、3.0次助攻，被评为地区最佳新秀。高1的暑假，坎尼安通过训练全面地提升了自己的运动能力，他跳得更高，控球更稳，还提升了自己的投篮。在 Essential 训练营以及 Boys Life 的比赛 Pongo American 中，他都赢得了 MVP。高2赛季刚刚开始，坎尼安就迫不及待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在第一场比赛中，他就尝试用扣篮终结，却不幸扭伤了自己的脚踝。康复回归球场之后，高2赛季坎尼安场均 18.8 分、8.2 个篮板、5.3次助攻。尽管 Bowie 高中在地区半决赛中被遗憾淘汰，而坎尼安还是被选为 MVP。此时的坎尼安已经进入了全国高中生榜单之中，在小前锋的位置上，他已经是全国顶尖。然而哥哥 Cannon 做出了一个大胆甚至激进的决定。
暑假他让 Cade 退出了水平更高的 AAU 比赛，他需要 Cade 从一名小前锋变成一名真正的控卫。转型的过程充满了痛苦和沮丧，每一天兄弟二人都会争论，甚至是争吵。但是从小打四分卫的 Cade 最终迈过了这个难关，他终于变成了一名控球后卫。此时对于卡尼安来说，达拉斯与德州的竞争已经满足不了他，于是他决定离开德州，走上全国的舞台。在德州收获到关注之后，卡尼安开始收到更多高中的邀请，这其中就包括加州的篮球名校 Prolific Prep。如今 Prolific Prep 绝对是美国高中篮球界无法忽视的名校。2023至24赛季 Prolific Prep 曾经同时拥有2026届全美前2 AJ 迪班萨和泰兰斯托克斯。在二人相继转学离开之后， Prolific Prep 又招募到了25届的全美第2达伦皮特森。收到来自 Prolific 的邀请，给了卡尼安一家更多的自信，但是卡尼安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2019年没能得到卡尼安的 Prolific 招募到了另一位2020届的顶尖高中生，来自加州本地的杰伦格林，这是后话了。对于卡尼安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学校是佛罗里达的 Mount Verde Academy，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蒙特沃德学院。蒙特沃德校队的主教练 Kevin Boyle 是21世纪10年代最伟大的高中篮球教练。来到蒙特沃德之前， Boyle 教练在新泽西担任篮球名校 St. Patrick 圣帕特里克高中的主教练。2011年 NBA 状元凯里·欧文与12年榜眼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特都曾是他的门徒。2011年，博尔教练接手蒙特沃德的第一年，1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蒙特沃德就直接被 ESPN 排在了全美12名。Kevin Boyle 接手的9年中，蒙特沃德赢得了6座全国冠军。他帮助蒙特沃德名扬全美，曾经的高中新星乔尔恩·彼得、丹杰洛·拉塞尔、本·西蒙斯都先后转学来到这里，并从这里走出去，成功以高顺位进入 NBA。就在卡尼安加入之前，2018年全美第1高中生RJ巴雷特刚刚在这里赢得全国冠军，并从这里走向了篮球名校杜克大学。 It's crazy. Coach Boyle had never even seen me play a game in person before I got to Mount Verde, and I was 5-star everything, and like the fact that I went into that situation looking back like blindly, like this man hadn't even seen me play was crazy. But 但是卡尼安的这个想法却遭到了母亲的拒绝。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还是对他放心不下。母亲来到了学校，写下了他所有的问题与担心，而他的所有疑问都被教练们完美解决。最终，卡尼安独自一人远赴佛罗里达，来到了一支新的球队。在卡尼安加入的时候，蒙特沃德的阵容中已经有了5名全美前100的球员，这其中就包括5星级高中生阿丘瓦以及莫西穆迪，他是卡尼安未来2年的室友。蒙特沃德的环境完全不同，球队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竞争心，一场简单的投篮训练都会变成一场高强度的比赛。 I feel like Mount Verde was crazy just because like you don't get to be in a practice every day with 4 McDonald's All-Americans,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And to have that, like my guy Derek Whitehead was 14 years old on RJ Barrett's national championship team, has played since then all the way through. Like the amount of high-level basketball he's played before he's even got to colleges, you don't find that anywhere else. 尽管拥有全美最顶级的阵容，博尔教练并不会纵容这些年轻球员，他的执教风格非常严厉，甚至在学习上的要求也非常严格。Coach Boyle and them, they're doing it the right way for sure. We go to class like a middle school though. Like it's 8 classes a day. We in them.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Don't be out in the hallway. Yeah, it's real though, for sure. 同时，蒙特沃德的赛程让卡尼安如愿以偿。除了佛罗里达州内的比赛，蒙特沃德还会在全国参加各种邀请赛。卡尼安获得了更多与全国顶尖球员交手的机会，而他自己也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来到新学校的第一次客场之旅，卡尼安跟随蒙特沃德来到了华盛顿，参加 National Hoop Fest。他们的对手是来自堪萨斯的篮球名校 Sunrise Christian Academy。这支全新的蒙特沃德大胜对手27分，而卡尼安得到18分，拿下 MVP。1个月之后，他们又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春田，这里是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的所在之地。每年1月，篮球名人堂会举办高中生邀请赛 Hoop Hall Classic 名人堂邀请赛，邀请全国顶尖的高中来参赛，而 ESPN 也会对比赛进行转播。Hoop Hall Classic 的第一场比赛，蒙特沃德的对手是2019届全美前5安东尼·爱德华兹所率领的 Holy Spirit。爱德华兹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4分，但是 Holy Spirit 全队仅仅得到46分，蒙特沃德大胜25分。2天之后的第2场比赛，蒙特沃德的对手是全美第7加州的塞拉峡谷高中。
这个赛季，塞拉峡谷的明星球员是高四的卡修斯·斯坦利，他已经被老 K 教练选中，几个月后他会前往篮球名校杜克大学。此外，在塞拉峡谷的阵容中还有未来的 NBA 球员、NBA 名宿皮蓬之子小斯科蒂·皮蓬、肯扬·马丁的儿子小肯扬·马丁以及克里斯蒂安·克洛科。全场比赛，斯坦利得到25分9个篮板，而蒙特沃德排名最高的阿丘瓦仅仅得到5分。但是蒙特沃德全民皆兵，他们以20分的分差取得大胜。不到2周之后，蒙特沃德迎来了赛季全美前5篮球名校橡树山高中。如果说蒙特沃德是近10年来新进的劲旅，那么橡树山就是老牌的豪强。1985年 ，Steve Smith 教练接手了橡树山高中，他一步步将这里打造成了全美最有名的篮球名校。在 Smith 教练37年的执教生涯中，橡树山9次赢得全国冠军。这里培养了30多名麦当劳全美全明星以及30多位 NBA 球员，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卡梅罗·安东尼和凯文·杜兰特。18至19赛季，橡树山的阵容中拥有2019届全美前2的天才后卫科尔·安东尼，以及2020届的卡姆·托马斯。这本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然而比赛的走向并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比赛一开场，卡尼安就连续篮下得分，然后他又通过传球帮助队友们篮下轻松得分。上半场蒙特沃德就打爆了橡树山的禁区，上半场结束之前，卡尼安的扣篮将分差拉大到20分以上。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最终蒙特沃德以25分分差大胜橡树山。卡尼安全场比赛17投12中，得到26分、9次助攻、7个篮板，而科尔安东尼14投只有2中。在这场全国焦点战中，卡尼安这位2020届的全美第10，统治了比自己大1岁的2019届全美第2。赛后，鲍尔教练对卡尼安的表现赞不绝口。赛季接近尾声，蒙特沃德时隔1年再次登上高中篮球的最高舞台——改口全国锦标赛。作为去年的冠军，他们的目标只有卫冕。顺利拿下第一个对手之后，半决赛中，蒙特沃德的对手是同样来自佛罗里达的 IMG 学院。IMG 同样是全美闻名的篮球学院，在他们的阵容中同样充满了天才球员，其中约什格林、杰里迈亚、罗宾逊厄尔以及斯普林格最终都进入了 NBA。蒙特沃德从一开场就占据了上风，他们一直慢慢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第3节结束，卡尼安的压哨3分让蒙特沃德的领先优势达到了16分。对于一节只有8分钟的高中比赛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巨大的领先。没想到第4节风云突变，第4节前5分钟，蒙特沃德仅仅得到1分 ，IMG 逐渐追上了比分。比赛还有2分45秒 ，IMG 第一次取得领先。之后的2分多钟变成了卡尼安与罗宾逊厄尔的对决，卡尼安回头就用1记3分让蒙特沃德再次取得领先，而罗宾逊厄尔用篮下的强攻再次扳平了比分。卡尼安的上篮让蒙特沃德在最后2分钟取得2分领先，随后罗宾逊厄尔造成犯规，不幸的是他2发1中 ，IMG 错失了再度扳平比分的机会。然而在摩西穆迪3分不中之后，罗宾逊厄尔用1记隔扣终结了比赛，完成救赎。Baycott pulls it down. Final 7 seconds. Jeremiah Robinson, the throwdown. 蒙特沃德被挡在了决赛的门外，而卡尼安来到蒙特沃德的第一个赛季也以遗憾收场。整个高3赛季，卡尼安场均11.4分、5.7个篮板、5.5次助攻，入选全美第2阵容。此时的卡尼安已经进入了全美前10，但他仍然能听到质疑的声音。场均只有11分的他，传球太多，得分能力不够。他需要通过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向全国证明自己的得分能力。他没有浪费时间，回到德州之后，卡尼安与自己的表哥 Ashton 开始了新一轮的特训。特训的重点是外线投射，比如投篮之后的跟随动作，以及在大量投篮后疲劳状态下的投篮。然后，卡尼安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他的 AAU 征程。他回到了他从4年级就加入的 AAU 球队 Texas Titan， 参加了各种 AAU 比赛。而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Nike EYBL。Nike Elite Youth Basketball League， 简称 EYBL， 它是耐克于2010年创办的 AAU 球队巡回赛。每一年 EYBL 有5站比赛，在前4站的常规赛之后，表现优异的球队会来到南卡州进行最终的 Peach Jam 桃酱精英赛。这是17岁以下美高球员们最好的舞台，大量未来的 NBA 球员都通过 EYBL 将自己的名气带出了州外。对于卡尼安来说 ，EYBL 是证明自己得分能力和侵略性的最好机会。EYBL 的第1站，卡尼安就在亚特兰大拿下 MVP。第3站回到达拉斯之后，卡尼安与他的 Texas Titan 遇上了德州的老牌强队 Houston Hoops。在休斯顿地区长大的 NBA 球员达隆·福克斯、凯利·乌布雷以及范德比尔特都曾经效力于这支球队。
上半场，卡尼安的队友格雷格·布朗3世统治了篮下，他也是一名来自于达拉斯的5星级高中生。卡尼安与布朗的空中连线让 Titan 早早取得了巨大领先。下半场 Houston Hoops 的2号球员连续得分，他帮助球队缩小了分差。他就是中国球迷熟悉的肯尼斯·洛夫顿，当时他还很瘦。最终 Texas Titan 以8分分差战胜了 Houston Hoops， 成为了新的 AAU 德州之王。第3战的最后一场比赛 ，Texas Titan 的对手是4星级高中生 Adam Miller 所率领的 McIrvin Fire。McIrvin Fire 是来自芝加哥的知名球队，德里克·罗斯、安东尼·戴维斯、贾巴里·帕克以及贾利尔·卡福这些曾经的芝加哥第1高中生都曾经效力于这里。一次罚球的时候，卡尼安听到了对面教练的嘲讽。He said, "You wouldn't even make the best Chicago EYBL team." I'm like, "Is he serious?" Shoot my free throws. I look at, I said, "Huh?" He said, "You couldn't make our team." I said, "Yo, I got 21 right now. It's early. It's early right now. I got 21. S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一次进攻中，卡尼安更是直插篮下，隔扣了对面的中锋。So the dude I dunked on lead the league in blocks. He averaged like 7 blocks a game. So he was blocking our stuff early. I think he blocked a layup I had. I didn't even see him block one. I'm like, dang, the coach started talking about, yeah, he's small. I'm like, all right, we're going to see. Then made a move, and I seen him. I was like, am I really finna try? Because I knew it was going to have to be on 2 feet. I went, I jumped. I'm like, oh, yo, he's huge. Like, dude really up here. And I got it. Then he was talking his cash early in the game, too. So I pointed at him. Yeah, I started talking. I get live, though. 全场比赛，卡尼安得到35分，带队取胜。最终，卡尼安所率领的 Texas Titan 在 EYBL 的常规赛中取得了12胜1负的战绩，他们成功挺进2个月之后的 PGM。而作为球队领袖，卡尼安交出了场均25.1分、6.6个篮板、5.2次助攻、1.4次抢断以及1.5次盖帽的全面表现，这是 EYBL 历史上最亮眼的数据之一。同时，卡尼安的正负值也是 EYBL 创办以来的史上最高。此时的卡尼安已经被各大媒体排在了全美第2的位置。ESPN 和247体育将埃文·莫布里放在了他的前面，而在 Rivals 的榜单中压他一头的全美第1高中生是一名来自加州的后卫，他叫做杰伦·格林，他就是卡尼安日后的宿敌。EYBL 的常规赛结束之后，卡尼安通过试训入选了 U19 美国国家队。2年前2017年的 U19 世界杯中，美国队刚刚吞下历史最差战绩，第3名。为了重新赢回冠军，美国队几乎集结2020届最好的高中生，卡尼安、杰伦·格林、巴恩斯、萨格斯以及莫布里都在阵中。当然，当时的他们只有不到18岁。最终，那支 U19 的12人中有11人都进入了 NBA。值得一提的是，比他们大2岁的一名大学生也入选了这次的 U19 阵容，他就是泰里斯·哈利伯顿。当他高中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全美排名，而这一次与卡尼安、格林这些顶尖高中生成为队友，给了哈利伯顿更多信心。1年之后，他先一步进入了 NBA。训练中一次胯下扣篮之后，卡尼安突然打了场边观看的格林一下，格林立即说了一句 "I'm about to beat your ass"， 这记耳光似乎成为了2人的第1次交集。U19 世界杯的比赛并没有悬念，美国队轻松赢得冠军，而哈利伯顿、卡尼安与格林成为了美国队上场时间最多的3位球员。7月8日对阵马里的决赛中，卡尼安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7个篮板、7次助攻。而赢得 U19 世界杯冠军之后，卡尼安与格林迅速回到美国，去参加 EYBL 的最终一战 PGM。短短4天之后，他们就从队友变成了对手。PGM 的第1轮中 ，Texas Titan 遇到了下一届顶尖高中生保罗·班凯罗所率领的 Seattle Rotary。班凯罗得到28分，但是卡尼安得到31分，带队晋级。在 PGM 的前5场比赛，卡尼安顺风顺水，他场均以74%的恐怖命中率拿下24分，带领 Texas Titan 闯入半决赛。而半决赛中，卡尼安与 Texas Titan 对手正是杰伦·格林所领衔的 Team Why Not。比赛开始之后，卡尼安通过传球帮助自己的队友 Rondell Walker 和格雷格·布朗找到了节奏，而作为得分手，对面的杰伦·格林手感一般。比赛的最后时刻，杰伦·格林开始慢慢找到手感，而卡尼安也开始亲自防守格林。然而，格林一步过掉了他，上篮得手。进球之后，格林开始对卡尼安说出垃圾话 ：“Little man， 矮人。”之后，他再次突破篮下得分，将分差拉大到3分，并再次送上一句 ：“You too little, I do this shit。”最终，卡尼安与他的泰坦队以6分之差被淘汰。这场比赛，卡尼安只有8投2中，仅仅得到6分、10次助攻、11个篮板，而杰伦·格林得到17分，最后时刻带队闯入决赛。
之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2021年 NBA 选秀中，他们分别成为状元和榜眼。直至今日，他们仍然不会在赛前握手。他们二人的这场竞争还会一直进行下去。We want to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They've always put us up against each other since high school as far as who was better. And I think we both kind of enjoy to be able to head up against each other and see who's the best. No handshakes before the game, nothing like that.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of that. 高3的暑假，卡尼安有机会跳级，他可以跳过自己的高4赛季，直接进入大学。这样，他最早可以在2020年参加 NBA 选秀，更早进入 NBA。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决定留在Boyle教练的麾下，开启自己的高4赛季，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加冕之路。2019年秋季，卡尼安开始了自己的高4赛季。此时的蒙特沃德已经完全成了他的球队。赛季开始前，这支球队又增加了2位高4的5星级前锋斯科蒂巴恩斯和戴隆夏普，这让卡尼安如虎添翼。感恩节，卡尼安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达拉斯。在达拉斯举办的 Thanksgiving Hoop Fest， 蒙特沃德在2场比赛中分别赢了33分和52分。开赛之后，蒙特沃德一路保持全胜，即使是不停面对来自全国的顶尖高中，蒙特沃德仍然没有对手。面对马里兰的篮球名校 DeMatha， 蒙特沃德大胜20分。面对新泽西州的篮球名校波尔教练曾经指导的帕特里克高中，蒙特沃德大胜45分。面对佐治亚州的篮球名校，上赛季32战全胜，由5星级后卫沙里夫·库珀所带领的 McKitchen， 蒙特沃德在2场对阵中分别大胜51分和29分。在3个不同邀请赛的决赛上，蒙特沃德3次碰上上赛季淘汰他们的 IMG，3场比赛蒙特沃德全部取胜。在蒙特沃德迎来了第23场连胜之后，2020年1月31日，卡尼安终于登顶全美第一。2年前，当他首次出现在榜单时，他的排名是43名。2年的时间，他终于上升到全美第一。最终，蒙特沃德的战绩定格在25胜0负，场均净胜对手39分。这种恐怖的战绩让这个赛季的蒙特沃德进入了史上最佳高中校队的讨论之中。而在这支星光熠熠的蒙特沃德中，卡尼安是毫无争议的领袖。整个赛季，卡尼安每场比赛只出战22分钟，场均得到13.9分、6.4个助攻、4.2个篮板。但是博尔教练将卡尼安形容成这支球队的 CEO， 他用领导能力感染全队，带领全队球员们分享球。他被评为美国篮球先生、奈史密斯年度最佳球员、Max Preps 年度最佳球员。在最终的全美排名中，卡尼安力压格林，拿下了 Rivals 和247体育最终的全美第一，而杰伦格林则拿下了 ESPN 的全美第一。同时，卡尼安入选了所有的顶级高中赛事，麦当劳全美全明星、Jordan 经典赛、耐克篮球峰会。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未能如愿。因为疫情，2020年春季所有的体育赛事都被迫取消。同样被取消的还有 Geico 全国锦标赛，这意味着卡尼安与蒙特沃德失去了在全国决赛中一雪前耻的机会。Super frustrating. The national championship was the one that stung because it was like I had just lost the year before in an ugly L in the semifinals. We get to Geico, we're easily number 1 team. I easily believe in my mind we would have blown everybody out in Geico, won natty, and then been lit. But man, that got thrown away. So it was just, it was frustrating. It hurts your mental a little bit, but I think it just made me want to go harder for college. Like next time I was on the floor, like I would be ready. So. 错过全国决赛给了卡尼安更多的动力，这让他能在下一次踏上球场时更努力抓住机会。那么接下来他会踏上哪里的球场？他的下一站是哪里？作为一名全国顶尖的5星级高中生，摆在卡尼安面前有3条路。他可以像杰伦格林一样参加 NBA G 联赛点燃队，尽早进入 NBA 的世界。他可以像拉梅洛·鲍尔或者2J 汉普顿那样前往海外的职业联赛，这样他可以更早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又或者他可以选择一所大学，一边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活，一边征战 NCAA。从高3开始，卡尼安开始收到各所篮球名校寄来的 offer。篮球名校杜克大学的主教练老 K 教练登门拜访。老 K 教练告诉卡尼安，他的表现让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他希望卡尼安能成为下一个来到杜克的优秀球员，这让卡尼安受宠若惊。他从来没有听别人这样夸过自己，更何况这样的夸赞来自于老 K 教练。2019年5月，卡尼安将择校范围缩小到10所学校。根据 NCAA 的规定，每一位高中球员只能前往5所学校进行官方访问。于是几个月之后，卡尼安又将择校范围缩小为5所学校。在这5所学校中，有3所学校胜算最大。第一所学校是篮球名校肯塔基大学，
在访问肯塔基大学的时候，卡尼安参加了肯塔基的开幕之夜 Big Blue Madness。 22 players in the NBA, only 22 in the last 10 years have received max contracts. 7 of the 22 are Kentucky Wildcats! That level of success is crazy. It's a level of success only possible at one place, Kentucky. 在这个夜晚，主教练卡利帕里自信地说出了自己在肯塔基10年的光辉历史。在卡利帕里加入肯塔基的10年，肯塔基赢得一次全国冠军，有38位球员从这里走向 NBA， 其中7位球员拿到了 NBA 的顶薪合同。这句话是说给全场球迷听的，也是说给场下的卡尼安听的。第二所学校同样是一所篮球名校，迈克尔·乔丹的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在访问北卡的时候，主教练罗伊·威廉姆斯带着卡尼安来到了北卡的开赛夜活动 Late Night with Roy。威廉姆斯教练对卡尼安说，在他的手下出产过最多的鲍勃·库西奖，他希望卡尼安能来到北卡，成为下一个 NCAA 全美最佳控卫。来到北卡校园的时候，卡尼安还见到了北卡的王牌球员科比·怀特。怀特非常真诚，他与卡尼安分享了各种事实，并帮他分析了各种选择的利弊，这些细节都让卡尼安印象深刻。而第三所学校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并没有之前2所学校那么有名。2016年 ，Mike Boynton 教练在 Bowie 的球馆第一次发现了卡尼安，当时他还是一名助理教练。3年过去了，他已经成为了 OSU 的主教练，而卡尼安的哥哥 Cannon 则成为了 OSU 的助理教练。来到 OSU 访问的时候，卡尼安跟随全队来到了 Boynton 教练的家，队中的每一位球员都非常熟悉教练家中的每一个角落，这给了卡尼安一种一家人的感觉。根据 NCAA 的规定，在一名高中生最终签约之前，一名大学主教练最多只能接触一名球员7次。而 Boynton 教练知道卡尼安会尽早做出决定，于是他早早用掉6次机会，尽全力招募卡尼安。但是如果7次见面不能成功，他将再也没有机会进行当面招募。在2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卡尼安告诉他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没有让大家等待太久。完成5所学校访问的1个月之后，他宣布了自己的最终决定。To be honest, I was this close to picking a different school. But blood is always thicker than water. Go Pokes. 来到了蒙特沃德之后 ，Cade 已经离开了家人1年，他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OSU 有他的哥哥 Cannon， 而在 Big 12联盟打球也会让他的父母有更多机会来看他的比赛。他成为自2012年的马库斯·斯马特之后 ，OSU 招募到第1位5星级高中生，同时他也成为了 OSU 队史招募排名最高的球员。下一个赛季，他会前往 NCAA 最强劲的分区之一 Big 12，去挑战各个篮球名校。早在18岁之前，卡尼安似乎就证明了他是一位天生的赢家和天生的领袖。可是此时意气风发的卡尼安可能无法想象，25胜0负横扫全美的自己，在未来的篮球之旅中，居然会有1胜难求的情况。下一个赛季，他会前往一支并没有那么强的球队，在 NCAA 最强的分区 Big 12中厮杀。而再下一个赛季，他又会加入一支更加糟糕的球队，在 NBA 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在 NCAA 的舞台上，卡尼安能不能创造奇迹？而在 NBA 之中，卡尼安又经历了什么？就让我们下一章再见吧。